这女孩第一次偷穿财阀太太的衣服参加一场网红派对，可她却不知道财阀太太作为特别邀约也来到了现场。在这所聚会到访的都是数十万粉丝的高颜值和绝世身材美女。女孩雅丽在同学敏慧的介绍下认识了很多的其他小网红，小网红们看到雅丽身上独特亮丽的衣服，不停地夸赞着她的品味。同学敏慧这时还不停向他们炫耀雅丽是常春藤名校的高材生，但站在一旁的雅丽却感到心虚的说不出话来，因为雅丽在高中时家庭企业就已经破产退出了常春藤名校，所以她到现在为止只不过是个高中文凭的普通女生。就在这时，几人的目标又聚集在了一位优雅的财阀太太身上，她是海鹰基金会的理事长尹诗贤，掌管着上千亿的资产。诗贤即使没有注册社交账号，也是网红圈里最有名的红人。当财阀太太走过来时，旁边的女孩一眼就认出了雅丽身上的衣服，因为这件衣服是唯一只有财阀太太定制的全球限量款。맞지 시연 언니 거 생로랑. 이거 나도 웨이팅 걸었다가 실패한 건데. 어디서 샀어요? 밀란? 파리? 아리야, 어디야? 但就在雅丽被问得哑口无言时，财阀太太却主动帮她解围。 런던이죠. 뉴욕 매장에서 점원한테 들었던 기억이 나요. 마지막 한 점이 런던에 있다고 했거든요. 这时，旁边的网红又询问起雅丽是如何考进常春藤名校的，但没想到雅丽却不再隐瞒，将自己高中退学的事情说出来。听到这话的网红们瞬间都惊呆了，目光看着她。雅丽也不想再待下去，于是转身准备离开现场。可就在这时，另一名女人却吵闹着冲了进来，挂了敏慧一巴掌。也就是从这一幕开始，雅丽彻底发现了网红圈的流量密码。原来冲进来的女人小妮和敏慧曾是网红圈里的亲姐妹，而敏慧在刚进圈子时都靠是小妮才积攒了几十万粉丝。但不久前，两人却因为网络流言蜚语成为了仇敌。雅丽见敏慧被刁难，冲了上来推开了两人，可没想到这彻底激怒了小妮，将红酒洒在了雅丽的身上。 올해 생로랑 스페셜 에디션? 진짜긴 해? 네 건 맞고? 看着小妮还在不停的嘲讽雅丽，竟开始反手刮掌了回去。 내 용건도 아직 안 끝났다고. 맞아, 내 거 아니야. 근데 당신 같은 사람 나도 딱 보면 알아. 하질 중에 하질인 주제에 남 깔아뭉개면서 지가 최상질인 줄 알지? 没想到作为普通女孩的雅丽却如此霸气，随后便在众目睽睽下走出了会场。然而这一幕也被一位财阀公子看在了眼里，这也为雅丽事后成为百万网红埋下了伏笔。不过事后的雅丽还在为这件昂贵的衣服发愁，因为这件衣服的价格就算她打一辈子工也偿还不上。不过到了第二天，一位专门打造网红的运营找上了雅丽。原来他们得知了雅丽昨晚的事情后，想挖掘她身上的价值。而昨晚的事件已经闹到了热搜，给雅丽积累了500名粉丝。随后男人带着雅丽参观了他们公司场地后，彻底打破她的认知。在这里，只要粉丝达到1000的博主就可以免费获得名牌理发机会，而博主只需要拍上一张照片发到网络，就可轻松替公司牟利。还有各种米其林餐厅、化妆品还有皮肤品牌合作。紧接着，只要达到上万的粉丝就可以免费试穿名牌的衣服。就像这名2万粉丝的瑜伽博主，只是穿上瑜伽服进行直播，在简单的30分钟就卖出了上万单的销量。而对于上10万的网红，将会开展独一品牌，年销量就高达50亿。所以在现在的这个社会，网红赚钱的速度都是按秒来计算。随后，雅丽挑选了一件黑色长裙，感觉十分的合适。但现在雅丽的粉丝还不够，她暂时无法免费的穿走这件衣服。不过她可以拍下几张照片发布到社交账号炫耀一番。今天所看到的东西让雅丽对网红有了全新的认知，而接下来发生的2件事才彻底让雅丽决定走上网红路线。首先便是那件被雅丽弄脏的全球限量款裙子。雅丽在回家后发现诗贤来到了母亲干洗店里想领取衣服，由于雅丽那晚将红酒弄到了衣服上，已经无法清洗掉痕迹。虽然诗贤没有索要赔偿，但雅丽还是将625万全部存款拿了出来，并承诺之后的时间里自己会慢慢补偿剩下的钱。不过最终善良的诗贤还是拒绝了他的偿还，这也让雅丽真正的感受到贫富之间的差距。而第2件事便是雅丽的那名好闺蜜高中同学敏慧。闹晚派对发生的闹剧直接导致敏慧损失了大量粉丝，为了挽回流量，她邀请了几名大 V 网红姐妹参与直播，但敏慧却不知道自己邀请的网红姐妹根本看不上她的层次，唯独诗贤顾虑到她们是大网红的形象不能没有义气。综合考虑后，几人就跟着诗贤一同来到了敏慧的公司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敏慧也邀请了雅丽参与今晚的直播。而敏慧得知雅丽正在进行护肤品营销的工作后，她顺势在直播前给雅丽的产品带货了一轮。结果没想到的是，只在几秒钟的时间就帮她出货了200单，这是雅丽在外面营销1个月也达不到的量。但没想到的是，旁边的几名网红却嘲笑起雅丽的廉价产品。受到歧视的雅丽转头就要离开现场，可敏慧却还假装好意追了上来，想让雅丽继续卖货。 그래서 이게 나만 주차고 한 거니? 네 물건도 팔아줬잖아 내가. 그런 주제에 너 뭐가 잘나서? 야, 난 너 돈 벌게 해주려고 그랬어. 네 사기질에 나 이용한 거잖아.
这一刻，雅丽也终于明白敏慧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洗白黑料，而自始至终，敏慧也根本没有把雅丽当场同一阶层的人。为了踏入网红圈，女孩雅丽先找上了之前想雇佣自己的老板。可当雅丽成功签约后，才发现第一个合作对象是闺蜜敏慧。前不久，敏慧还利用了雅丽的身份给自己洗白，导致两人产生矛盾。敏慧看到雅丽也加入了自己的公司，更是生气地走了出去。不过老板追上了敏慧，让她看了一下雅丽的账号数据。原来雅丽经过上次的事件后，在网络人设上吸引了大批的关注。如果两人能够联手合作，那一定会独占网红圈所有的流量。这时雅丽也走了过来，并以商业合作为由，暂时放下两人的私人恩怨。于是到了第二天，雅丽和敏慧便来到了网红聚集的打卡基地。此时在现场的其他网红看到雅丽的到来，还颇为震惊。不过以现在雅丽的层次地位，几位网红也根本看不起她。而就在这时，有2名粉丝却跑了过来，主动找上了雅丽要签名。想到雅丽只是刚开通社交账号没多久，就赢得了粉丝的喜爱。这时吃醋的敏慧看到后，却走了上来，挽住了雅丽的手，假装亲闺蜜。到了晚上后，雅丽看到早上发的动态里，很多粉丝十分喜爱这件夹克，于是雅丽立即将3张自拍照和衣服的门店挂上标签，告诉了粉丝。接下来雅丽将要前往公司筹划的义卖会售卖产品，而这一次的行动才彻底的改变了雅丽的命运。很快，雅丽和助手带着自己的东西前往了义卖会的现场，可没想到的是，别人的摊位上都是一些顶尖的高端包包和首饰品，唯独雅丽的东西是会场里最便宜的水晶球和夹克外套衣服。看到这一幕的雅丽立即转变了主意，想离开现场。시안 씨, 저는 아무래도 그냥 가봐야. 아니에요. 정말 괜찮아요. 而就在这时，敏慧和几名网红走了过来，嘲笑雅丽的廉价物品。 신선하긴 하다. 이런 건 얼마씩 해요? 아리씨, 여기는 명품밖에 없어요. 누가 이런 걸 가져와요. 更过分的是，敏慧从一开始就不想邀请雅丽参与这次活动，唯独善良的富太太施贤帮雅丽圆话，让她不这么尴尬。可一旁的网红还在不停的煽风点火。 급은 아니래도 수준은 맞춰야지. 사람들 보기 창피하게. 听到这话的雅丽气愤地收拾了东西，想要离开现场。可就在这时，雅丽却不注意，摔倒在地上，洒出了背包里面的东西。现场的网红看着雅丽的出糗，都纷纷偷笑了起来。可他们却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的一幕彻底引炸了众人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顶尖财阀公子俊景走了过来，主动与雅丽搭话。看到这一幕的网红们都惊呆住了下巴。 他们猜不到雅丽居然会认识财阀3代的高级化妆品总裁。要知道，像俊景这样的高级人物，连这些网红都是第一次与他见面。雅丽从会场出来后，俊景还特意为他安排了司机接送。事后的施贤妹妹还在逼问俊景为何会认识雅丽这种小人物的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早在不久前，俊景就对雅丽时刻的关注。原来那晚雅丽在网红派对上怒怼网红的表现，就赢得了俊景的好感，并且俊景为了雅丽还首次开通了社交账号，并单独关注了她。不过这时的雅丽还并不知道俊景的用意。这时雅丽打开社交软件，发现粉丝竟已经增长到了9000多，而下方的粉丝评论里更多的都是称赞着雅丽的漂亮颜值。雅丽回想起自己在进入网红圈后一直受到其他网红歧视，如今有了将近1万的粉丝，她决定要为自己解一口恶气。 이게 뭐야? 서아리 씨발년 지금 뭐 하자는 건데? 雅丽在账号里发布了一条指责那些爱慕虚荣的网红大 V 的文章，她不想要成为那些网红大 V 天天饱受凌辱的对象。对于别人假惺惺的夸赞自己的外表，雅丽也十分的讨厌。这很明显，雅丽是在吐槽那些网红成立的嘉宾会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雅丽的这篇文章却差点断送了她的网红生涯。一瞬间，网络上的黑粉便开始疯狂吐槽雅丽在装清高有公主病。而这时，一个名为 Primus 的 ID 引起了雅丽的注意。不过对于雅丽的铁粉，他们都跑去网红大 V 底下跟风吐槽嘉宾会。为了平息舆论的压力，嘉宾会的网红们都开启了直播，向粉丝做解释。他们在观众面前纷纷表示自己根本就不认识雅丽，更不要提会对她进行羞辱和歧视了。但因为事件已经闹大，也导致了敏慧产生影响，并且因为这篇文案，雅丽的账号也在一晚上掉了3000名粉丝。更过分的是，一些黑粉还专门注册了小号来攻击雅丽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雅丽再次打开社交软件，居然看到都是自己的黑照。于是雅丽联系了昨晚那名 Primus 网友，表明了自己的情况。而那名网友也早已经注意到了这起事件的严重性。不过那名网友却给雅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翻盘计划。到了第二天，一个论坛上突然爆火了雅丽和嘉宾会的这起事件，并且里面的用户认为嘉宾会欺负新网红，所以都偏向了雅丽一方。一瞬间，雅丽的身份再一次闹上了热搜，这也给雅丽的账号快速突破了1万的粉丝量。雅丽知道这一次的幕后炒作肯定是那名 Primus 网友的帮忙，可当她询问网友的真实身份时，对方却并不愿意透露。而在短短的3天时间，雅丽的粉丝就已经上升到了5万。施贤的妹妹彩希看到这一幕，更是气愤的咬牙切齿。更让
让彩西醋意大发的是，他发现俊熙的唯一关注居然是雅丽。与此同时，俊景邀请了雅丽到餐厅吃饭，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。他知道以雅丽现在的实力并不足以撼动整个网红圈，但如果他和俊景成为绯闻女友，必定会成为热搜的头条。于是，在俊景的协助下，雅丽瞬间成为了当下最有名的新一代网红，粉丝数量更是突破到达了9万。这惊人的增粉数量也引起了公司高层的注意，于是他们给雅丽获得了与96万粉丝的化妆师艺人同台演出的机会。不过，雅丽的爆红也经常遭受到网红圈里其他大 V 的嫉妒和报复。醋意大发的彩西看到 Rice B 和雅丽搭上了关系，将红酒扑到了他的身上，因为彩西觉得 Rice B 只是想扒俊景公司的关系，才故意接近雅丽。而对于雅丽现在的身份地位，彩西也并没有将她放在眼里。 준경 오빠 믿고 까부는 거야? 미친년아, 그 오빠가 너한테 그러는 세이야. 这时，诗贤赶了过来，劝说着彩西不要影响自己大众的形象。见现场围观的粉丝都举起了手机，彩西只好气愤地离开了现场。不过，雅丽也不是软柿子，她成为网红的目的就是为了揭露那些在网络上欺软怕硬的嘉宾会，并且雅丽在一名 famous 网友打听到那些网红不为人知的一面。一些爱慕虚荣的网红表明风格靓丽，却还用着高仿的背包，还有一些将别人的名牌抄袭一番后设计成自己的原创作品。雅丽很好奇这名 famous 网友为何会知道这些网红背后的真相，可对方还是依旧不肯透露，只答应会一直给雅丽提供帮助。但接下来发生的是，雅丽才彻底发现所谓网红圈的秘密。在这所夜店里，是那些网红大 V 最喜爱出入的娱乐场所。每次彩西来到这里，店主就会为她安排一项特殊的东西，而彩西也邀约了几名网红闺蜜来到了此地，准备消遣一番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当彩西走进房间，发现闺蜜把雅丽也拉了过来。原来闺蜜看中了雅丽的热度，想让彩西化解两人之间的矛盾。然而这番话更是引炸了彩西的毛脾气。 야, 이 씨발년아! 보긴 뭘 봐! 네가 뭔데 내 허락도 없이 깜찍은 지랄이냐고! 见彩西并没有和解的想法，雅丽只好先离开现场。可这时，网红小娜却追了出来，告诉雅丽她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只要稍等一会，彩西就会变得异常兴奋，到时再去谈和。就在这时，店的管家提着箱，带着一群帅小伙走进了房间。很快，半小时过去后，里面的彩西却变得神魂颠倒了起来。没想到这些所谓的网红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修面粉。这时，小娜才匆忙地拉着雅丽走到了彩西面前。然而此时的雅丽还并不知道彩西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神志不清的彩西拿起了手机，和雅丽拍下合照后，竟发到了网络上。碰巧这时彩西的姐姐诗贤看到了照片，立即赶往现场。而这时雅丽看到了箱子里的东西，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 뭐하는 거야? 지금 미쳤어. 이게 뭐하는 짓이야? 뭐가? 즐기자는 건데. 아리야, 여기선 이거 다 해. 이런 걸 할 수 있으니까 상류층인 거야. 没想到在这些网红眼里，所谓的上流阶层就是做这种事情。很快赶来的诗贤看到了现场一片狼藉，他赶紧冲到彩西身旁，拿起手机先删掉了照片的贴文。而一旁受到惊吓的雅丽转头就要离开现场，可就在走出门口时，刚好撞见了俊景也在此地。俊景看到雅丽也在夜店，误以为她也是这种劣质网红的人，这也让俊景对雅丽先前的好感瞬间消失。然而还没等雅丽解释清楚，房间里面却出现了意外。原来刚刚有一名帅小伙因为玩太嗨导致心脏直接骤停，俊景冲了上前，立即对小伙进行了急救措施。惊慌的雅丽拿起手机准备报警，却被诗贤和她老公拦了下来，因为一旦报警，以他们财阀和大网红的身份，必将会闹到热搜。危机之下，诗贤老公赶紧联系了手下，将小伙从后门抬到车里，其他人则坐上另外一辆车，一同离开了现场。原来雅丽和弟弟在前几天筹划的衣服网店得到了大批粉丝支持，如果这时候选择报警，必然会影响网店的生意。到了第二天，诗贤在丈夫的传唤下邀请了雅丽到餐厅里谈话，但就在这时，诗贤丈夫和俊景却一同走了进来。诗贤丈夫拿出了一份保密协议，想让雅丽签下名字，只要她不告发昨晚发生的事情，雅丽将会获得一大笔报酬。这一刻，雅丽感受到了威胁，果断拒绝了男人的提议。然而雅丽还是低估了阶级能力带给她的影响，因为以诗贤丈夫的身份想要毁掉一个小网红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这时一旁的俊景也看不下去，拉着雅丽走出房间。为了雅丽的安全，俊景在门口还是劝说了她一番。 그 생각은 바꾸는 게 좋을 거예요, 정아리 씨. 그래야 당신도 안전할 테니까. 난 어떤 걸 해도 상관없지만 당신은 아니라고. 다칠 수도 있다고. 听完这番话的雅丽也只好暂时妥协。到了晚上，俊景找到了诗贤丈夫，警告他不要动雅丽，因为现在俊景已经手握住了他们的把柄。在之后的时间里，雅丽专注投入到自己网店的运营当中，而雅丽代言的衣服瞬间在网上突破了几10万的销量。与此同时，雅丽的粉丝已经上升到了25万。接下来，她将要开展一款自己的品牌。
并且雅丽已经盯上了一名中国的大用户，这也是宋雨琦客串本剧的一条支线。在这场名牌发布会中，网红们被按照人气等级划分了后排座位入座，而安排在第一排的几位都是网红圈里最有名的大人物。但偏偏这时，一个仅只有25万粉丝的女孩竟走了过来，坐在前排。此时，在后排曾经欺负过她的几名网红看到后都感到不可思议，因为在1个月前，女孩雅丽还靠偷穿财阀太太的衣服去参加派对，如今的她不仅身穿全球限量款衣服，气场上也不输任何一名顶流网红。而雅丽今天出现在这里，只是她要真正开始复仇的第一步。在不久前，雅丽新开的网店爆红后，却遭遇到了另外几名网红的嫉妒，他们故意垄断了批发市场的衣服，让雅丽无法拿到货源。即便雅丽提前预定了5000件衣服，老板娘依旧表示自己无能为力。在雅丽的再三逼问下，才得知垄断衣服的是东大厂最大的网店维斯塔士。老板表示自己也是被迫转货给维斯塔士，不然就无法留在这里开店。好不容易已经卖出了第一批爆款衣服，就要面临全部退款，不仅要面临巨大的损失，还会影响网店和自己粉丝的信誉。雅丽赶紧点开维斯塔士的网店，发现里面全是自己的同款衣服，很显然对方是在针对雅丽才做出这样的事情。雅丽急忙将这件事告诉了 Plymouth 网友，请求他查出维斯塔士的店主，但网友表示以雅丽现在网店的地位，还无法去对抗维斯塔士，因为维斯塔士的店主黄黎是东大厂权力最大的进货商。可眼看越来越多用户打来了投诉电话，雅丽还是找上了黄黎的家里。雅丽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利用权力夺取别东西的人。此时黄黎正在和敏慧通着电话，果不其然，谋划这一切的都是嫉妒雅丽爆火的嘉宾会网红。但没想到事成后，敏慧还要黄黎分出20%的利润给他们。听到这话的黄黎随意敷衍了一下，就挂断了电话。 너 울고 있네. 서아리랑 베푸질할 땐 언제고. 참. 하긴 이 바닥에 친구가 어디 있겠어. 碰巧这时雅丽刚好冲了进来，质问他为何抢走自己的货物。 동대문에서 제가 사입한 물건에 단독 거셨잖아요. 아주 비열하게. 그쪽이 이 바닥에서 얼마나 강자인지 모르겠지만 또 한 번 이딴 식으로 나오면 나도 가만히 있지 않을 거라고. 오미네가 왜 밟아달라나 했더니 이래서였구나. 주제를 몰라서. 아리 언니 억울해요. 억울하면 성공해. 올라와서 갑질하라고. 밑바닥에서 찌질대는 게 어디다 대고 인생강이야 인생강이는? 黄黎根本没有把雅丽放在眼里，转身就和几位闺蜜打牌。在离开黄黎家后，雅丽询问起 Plymouth 网友是否有关黄黎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很快得到网友发来的信息后，雅丽又折回了黄黎的家里，并且嚣张地向黄黎发起挑衅，要跟他进行一盘赌局。在雅丽掏出一大叠的钞票后，黄黎便答应了他的挑战。很快，荷官发下2张牌后，黄黎率先交出了2万筹码，但没想到雅丽还没有看底牌，却直接加注了50万。黄黎势必不会让着雅丽也跟注到了下一轮。 100만. 헐. 紧接着，雅丽一次性的又加到了200万。 너 돌았니? 룰 알고 치는 거야? 너 리밋 배팅에 제한 없는 거 아닌가? 콜. 야, 너 지금 도박해? 씨발 그 게임이야. 아니, 나한텐 승부야. 내가 건 판도는 차례차례 네 몸값이고. 뭐? 그야. 原来黄黎之所以这么有钱，都是因为靠跟大老板做陪酒生意。而刚刚雅丽加注的报价，都是黄黎一步步上升的陪酒身价。反应过来的黄黎才知道，雅丽已经发现了自己的秘密。 치열하게 승부 봐서 여기까지 왔다고? 나도 마찬가지야. 지금까지 그래왔고 앞으로도 걸어오는 승부는 절대 안 피해. 오민의 이 세계의 모든 인간들 그 모두한테 내 방식대로 맞서줄 테니까. 看着黄黎被惊吓的样子，雅丽又翻出自己的底牌，结果才发现雅丽手中的牌是最小的烂牌，赢下了对方几百万。狠狠教训完黄黎一番后，雅丽的心情也舒缓了很多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彻底扭转了雅丽的人生。在回去的路上，雅丽碰巧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庆培叔叔。当年庆培叔叔受过雅丽父亲的帮助，如今庆培叔靠自己的努力，在当地开了一家最大的服装制造厂。有了庆培叔的工厂后，雅丽将要策划一场翻牌的计划。在之后的时间里，雅丽在账号上发布了重新整顿的推文后便消失不见。一瞬间，网络上开始一边倒，都以为雅丽已经陨落退出网红圈。没有了雅丽这颗眼中钉嘉宾会的网红们瞬间舒畅了起来。 기분 좋으니까 오늘은 2장 정도 써야겠지? 난 한도 꽉 채워서 다 긁을 거야. 而直到这天，一场名牌走秀会邀请了各大网红前来参与，但没想到雅丽突然现身，找上了嘉宾会的网红小娜。原来雅丽在 Plymouth 网友的帮助下得知了小娜卖身的秘密。雅丽故意发起了2000万金额的短信给小娜，将她约到了私人酒店。 스폰 한 번에 2천. 솔깃했나? 정가보다 높아서? 뭐 하자는 거야?
小娜得知了自己的秘密，连忙跟雅丽跪地求饶。如果一旦这件事被曝光，那必定会毁掉小娜的网红生涯。不过雅丽今天找小娜还有更重要的目的，那便是利用了小娜的秘密换取了她在宝曼走秀会 VIP 的入场资格。紧接着，雅丽在公司老板的帮助下拿到了一套全球限量款衣服。就这样，雅丽靠着这身名牌装扮，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坐在了最前排。 저 자리가 서아리 거라고? 야, 어떻게 너 같은 거랑 같이 야. 此时坐在对面的一直寻找雅丽的俊景才发现她出现在了会场。不过今天雅丽的突然到来还有更重要的目标，那便是全网坐拥450万粉丝的走秀明星模特崔春。在秀场结束后，雅丽单独找上了崔春献花，并邀请她一同拍照。就在这时，崔春才注意到雅丽身上的限量款衣服和春季最新款裙子。雅丽趁机向崔春推荐了这是自己网店的独特搭配。崔春表示自己也有同款的裤子，就是不知如何穿搭。今天看到雅丽的高级穿搭后，更是赞不绝口的将照片发到了自己的账号上。 뭐야 이게? 아, 확인했냐고 최고 피드. 이 미친. 내가 뭐랬어? 서아리 그냥 미친 개랬잖아. 절대 그냥은 안 물러날 거라고 했잖아 내가. 최범이 왜? 有了450万粉丝的网红大 V 的支撑，雅丽的地位瞬间开始扭转。在一晚上的时间，雅丽网店代言的衣服直接突破了20万单量。不过这还只是雅丽复仇的第一步，接下来她找到了名牌化妆品的财阀3代俊景邀约合作。雅丽想用自己推出的小品牌面膜和俊景公司的化妆品进行搭配售卖。 일어나죠. 저 한 대표님, 전 아직 드릴 말씀이. 더 나눌 얘기가 있을까요? 설마 내가 이 협업을 거절할 거라고 생각해요? 서아리 씨 제안인데. 很快，在俊景的名牌化妆品的搭配下，雅丽的面膜也开始爆火。如今的雅丽更是开设了属于自己品牌的工作室和门店。这是韩国邀约了上百位顶流网红参与的名牌发布会现场。就在这名百万网红采访时，所有人却突然被另外一人吸引。此时，在身后缓缓入场的是从穷女孩逆袭到百万粉丝的雅丽。如今的雅丽是各大品牌方和全网粉丝最受爱戴的绝世网红，反而其他的几名过气网红只能坐在角落，极度心切地看着雅丽。雅丽来到了曾经欺负过她的几名过气网红面前，羞辱了他们一番。因为不久前嘉宾会的几名网红一直都把雅丽当成下等层的仆人，但他们怎么想不到，短短1个月，雅丽的粉丝竟突破了130万。听完雅丽的话后，火冒三丈的彩希冲了出来，想教训她一番。可还没等彩希扑倒雅丽的身上时，自己却被绊倒摔在了地上。一瞬间，酒瓶里的水渍溅到了雅丽的裙子上。其他的观众都纷纷拿起手机拍下了这一刻发生的事情。赶过来的助手看着品牌方赞助雅丽的限量款裙子被弄脏，不知所措。不过雅丽安慰她可以直接买下这条裙子，而也正因为这句话，却深深地戳中雅丽的内心。因为在不久前，雅丽还靠偷穿别人的名牌衣服去参加网红会，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逆袭成为了过亿家产的财阀大小姐。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彻底摧毁了雅丽的网红生涯。刚走出会场的雅丽突然遇到了诗贤的丈夫，还没等两人打招呼，旁边的酒会的老板就拉着一个女人赶了出来。碰巧这时诗贤和俊景也走了出来，看到了这一幕。原来女人得知自己哥哥莫名的自杀后，来到了他工作的酒会询问，可没想到酒会老板却一直回避他哥哥死亡的真相。但女人不知道的是，其实他哥哥的死亡是跟现场的几名大人物有关。就在几天前，诗贤的妹妹彩希因为在酒会修面粉，导致了一名男人休克，而那名休克的男人正是女人的哥哥。诗贤的丈夫得知消息后，偷偷将男人带去了一家私人医院，但最终还是吸食了过量的面粉导致死亡。诗贤的丈夫为了彩希和诗贤的名誉，将男人的死亡伪造成了自杀，而唯独知道真相的只有俊景和诗贤丈夫两人。 아니었어. 그 사람 괜찮은 게 아니었어. 그래요. 但这一幕却被躲在了后方的敏慧偷听到了一切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俊景并没有告诉雅丽死去男人的身份，只是安慰着雅丽自己会尽最大的努力保护着她。到了第二天，雅丽突然收到了 Plymouth 网友发来的私信消息，但奇怪的是，网友却变得十分诡异的追责雅丽先前已读不回，并且还怀疑雅丽已经成为了大网红，就变得忘恩负义。雅丽再次询问起 Plymouth 网友的身份时，对方却直接选择了下线。可雅丽不知道的是，网友却找上了跟她有矛盾嘉宾会的彩希，并且 Plymouth 网友还打算将雅丽一步步走红的背后秘密都告诉了她。一旦公开雅丽的秘密，将可以彻底把她踢出网红圈的名单。而另一边，俊景找到了诗贤，将男人死亡的真相都告诉了他。原来诗贤和俊景曾是初恋，并且当时雅丽偷穿的那件衣服正是俊景送给诗贤的。但后来因为诗贤父亲想争选总统，安排了诗贤跟太强集团的儿子结婚，这也导致了诗贤和俊景两人分手。看着两人曾经的关系，俊景告诉诗贤自己会将这件事处理好。
好。但没想到的是，敏慧将那位偷听到的信息用小号全部曝光了出来。一瞬间，彩西修食面粉和雅丽合照的照片立即流传到了网络上。看到贴文的诗贤丈夫立即让公关联系了平台删除掉贴文。很快，俊景也看到了消息后，立即过来质问诗贤丈夫的办事能力。如果要控制舆论，现在唯一能做就是让彩西在网络公开道歉。 누굴 위해서? 서아리? 형, 야 한준경 아니, 한 대표님 태강이 잡자고 뛰면 그때 너도 다쳐 네 회사까지 한준경과 태강이라 어느 한쪽은 반드시 크게 다칠 테니까. 可诗贤丈夫并不打算将这些事澄清，拒绝了俊景的要求。回到家后的诗贤对丈夫的行为感到十分失望，提出了离婚。 그럼 내가 어떻게 써야 되는데? 내 동생년 마약 사범 만들어! 체이 탓하지 말아요. 스캔들에 휘말리기 싫었겠죠. 당신 그리고 태강. 어? 준경이랑 비슷한 소리라네 可诗贤丈夫却质疑她是不是偷偷会见了俊景，又产生了感情。 너하고 결혼 그거 내가 모르고 결정한 일인 것 같아? 왜 하필 한준경 그 새끼였냐고 어? 왜? 与此同时，雅丽因为没有看手机，并不知道这件事已经被传开。这几天，她正在筹备着邀约一位中国顶流网红进行一场直播，而这位顶流网红正是我们国色天香的宋雨琦小姐姐。你好，张慧女士，我是小雅丽，谢谢您的到来。我们在直播之前必须和工厂讨论一下各种情况。很快，在雅丽的介绍下，宋雨琦了解到了这场直播的售货产品，这些都是从土耳其进口而来的高端材料服装。看完这些优质布料后，宋雨琦直接从30万的单量新增了100万。雅丽和裴庆书听到这个数字后，都瞪大了眼睛，答应了雨琦的要求。 저 물론입니다. 어떻게든 저 분량을 한번 맞춰보겠습니다. 네. 他们说可以的。然而这时，助手小妮却在员工的口中听到了网上传开雅丽黑料的消息。小妮担心有人故意曝光雅丽的黑料，将这件事先告诉了雅丽母亲。但雅丽的母亲为了不影响本次的直播，叮嘱小妮不要轻举妄动。很快，在雅丽的直播间搭建完成后，一场直播意外即将开始。随着雅丽和宋雨琦在直播间介绍起衣服的材质，观众直接上升到了30万人。而在短短的5分钟时间里，货物就售卖了超过5万单的销量。但就在这时，宋雨琦接到了一通电话后，就中断了直播的进行。我现在很难再继续进行下去了。 와 대박! 완판이야 전부 다 팔렸다고! 여러분! 是的，祝贺您，徐代表，所有的产品已经全部售光了。如此逆天的流量直接冲上了韩国网红圈里销量第1的排名。但就在直播结束后，雅丽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她独自一人来到了警局，曝光了那碗彩西修面粉的所有真相。雅丽的这一爆料将会影响整个网红圈和财阀家族的大人物。这个女孩在外面是风光亮丽的白富美形象，可在背地里却住着垃圾如山的恶臭出租屋。她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登录社交软件，而她就是协助雅丽复仇，最终逆袭为大网红的神秘 famous 网友。原来女孩白天在按摩店打工时，经常偷录下网红们的秘密黑料。到了晚上，她就利用匿名账号将窃听到的隐私全部公布了出来。这也是她能持续给雅丽提供嘉宾会黑料，帮助雅丽成名的原因。但自从雅丽爆红之后 ，famous 网友却开始变本加厉向她提要求，而等不到雅丽的反馈后，就开始叛变，找上了她的死对头嘉宾会，并且还将雅丽能一步步走红背后的全部秘密都告诉了彩西。一旦这些消息曝光出来，将会让雅丽彻底身败名裂。到了晚上，心机的敏慧却偷偷联系了 famous 网友，她对雅丽所有的嫉妒和不满都向网友发泄了出来。敏慧请求 famous 网友帮她一起掰倒雅丽。于是到了第2天，网友就在网络上发布各种虚假信息，一瞬间，大网红雅丽攻击嘉宾会的恶意贴文瞬间在网络上传开。看到这一消息的嘉宾会网红们都乐开了花。此时俊景察觉到有人恶意诋毁雅丽，立即找上了他，准备去报警。雅丽意识到这一切肯定是 famous 网友捏造出来的，但没想到这时的雅丽却做出了一个毁掉自己命运的决定。雅丽要在今晚将彩西因面粉害死一名小伙的事情公诸于众。很快到了晚上，随着雅丽的直播，评论里充斥了满屏的恶语怒骂。但还没等雅丽澄清真相，敏慧却突然开播承认自己篡改了彩西吸小粉的贴文，并把黑锅甩给了雅丽，指控是她指使自己才这么做的。 미친년, 지금 뭐라고 떠드는 거니? 어? 서아리는 치밀하게도 일부러 그 내용 안에 자기를 끼워 넣었어요. 그리고 자기는 마약을 하지 않았다고 빠져나가면 된다면서. 비비비 페이머스인데 말은 전부 사실입니다. 서아리는 그보다 더한 짓도 할 수 있는 사람이니까요. 原来在几小时前，诗贤丈夫挖出了发布彩西吸小粉贴主，而那个人就是那晚偷听到消息的敏慧。
于是诗贤丈夫就找上了敏慧，逼迫她去污蔑雅丽，不然就以发布虚假信息的理由对敏慧实施起诉。随后敏慧就按照诗贤丈夫的安排，抢先开启了直播嫁祸给雅丽。如今这一消息爆出，瞬间让雅丽卖出的100万单衣服全部退还。屏幕外看到这一幕的雅丽母亲更是气到晕倒在地。而这一番操作，俊景意识到这必定是诗贤丈夫所为，因为那天晚上俊景也在现场，他以自己为当事人的身份向诗贤丈夫发起了诉讼。 태광을 상대로? 왜? 서아리가 도와달래? 그래서 이걸 뭘로 입증하게? 나 서장, 청장, 검찰? 그게 과연 태강 손에만 있을까? 개새끼야. 내가 말했잖아, 진태전. 난 좀 크게 다칠 거라고. 俊景对诗贤丈夫提出警告后，便开车前往了雅丽的家里。但俊景不知道的是，诗贤丈夫为了销毁证据，竟对她下起了黑手。 이 소란은 곧 끝날 거예요. 보고 싶은데 오늘 저녁 어때요? 与此同时，雅丽的弟弟通过网络地址抓到了诋毁雅丽的黑粉号。为了确认是否抓到 Primus 网友，雅丽立即前往了警局查看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发布黑料的黑粉号竟是自己随身携带的助手。雅丽不可置信，眼前最亲近的人会在网络上诋毁自己。 사람이 어떻게 그럴 수 있냐고! 성아, 미안해. 나 일부러 그런 게 아니라. 누나가 인간이야? 사람 맞냐고! 넌 처음부터 친구도 뭣도 아니었다. 난 그냥 스트레스만 풀려고 그랬던 거야. 진짜 그것뿐이야. 原来，自从雅丽成为网红后，跟在身旁的助手却起了嫉妒之心。他为缓解自己的压力，开始在网络上发布雅丽的黑照。而随着得到越来越多的黑粉关注，助手却变得更加猖狂。就在这时，雅丽接到了诗贤打来的电话，立即赶往了医院。因为刚刚的车祸导致俊景身受重伤，躺在了病床上昏迷不醒。更糟糕的是，庆培书承受不住网络的压力，选择了自杀。幸培书怪罪是自己增加了100万的单量，导致雅丽损失惨重。此时 ，Primus 网友继续在网络上散播雅丽压榨员工导致死亡的消息。所有键盘侠开始在网络上辱骂和诋毁雅丽。反观这件事收益最大的嘉宾会，网红们开始庆祝了起来。到了晚上，雅丽见了俊景最后一面后，独自一人走上了天台。此时赶来的诗贤见到雅丽想自杀，立即冲了过来劝她下来。 지금 뭐 하려는 거냐고요? 저는 그냥 못 견디겠어요. 그 말들을 들었어야 됐나 봐요. 그게 현실이니까 버텨야 돼요. 아리스를 지키려고 했던 준경이를 위해서. 最终，雅丽没有选择轻生，她决定要为自己的生涯做最后的殊死一搏。雅丽在车里打电话给诗贤，做出了最后的道别，随后义无反顾地开着自己的车冲向了河里。 隔天后，网络就疯狂传遍了雅丽自杀身亡的消息。随着时间过去了3个月，网络上对于雅丽的热度还在传播。直到这一天，原本死去的雅丽却突然在自己账号上开启了直播。这一次，雅丽要将所有网红的秘密真相全部曝光出来。一瞬间，雅丽再次冲上热搜，直播间迅速上涨数十万人。得知雅丽复活的嘉宾会网红们看着她的直播，更是吓出了冷汗。但最关心雅丽存亡的，莫过于是那名 Primus 网友。很快，直播间来到了100万的在线。雅丽借着热度，将彩希在派对上熄灭粉害死人的事情，最终被诗贤丈夫的太强集团掩盖事实的真相全都说了出来。一瞬间，网络的舆论又开始倒向了雅丽一边。迫于压力的警方只能发起逮捕令去抓捕诗贤的丈夫。与此同时，看到直播的诗贤丈夫立即安排公司想销毁所有证据，并且立即联系黑客查出雅丽所在的网络位置。随着事情的发酵，大批的记者围堵在诗贤丈夫的公司。与此同时，帮太强集团掩盖死亡真相的医生急忙收拾东西准备出国，但没想到还没等他收拾好，警方就已经来到了他的家门口。而心机的敏慧却找上了因被举报漏税进监狱的雅丽母亲。敏慧还想以雅丽闺蜜的身份套路出她现在直播的所在位置，然而雅丽母亲早就知道背后针对雅丽的就是她。很快，警方通过网络定位捕抓到了雅丽所在的直播仓库。与此同时，诗贤丈夫也得知了消息，立即赶往了现场。不过醒过来的俊景已经提前知道了地址，来到了楼下。然而当俊景走上大楼，来到雅丽的直播间时，却被震惊到。 어떻게 당신은 原来是雅丽的贴身助手利用 AI 技术替她蒙骗了所有人。雅丽弟弟负责不停更换网络地址做掩护，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将那名 Primus 网友给引出来。只要对方得知雅丽没有死，必定会再次登录账号，这样雅丽弟弟就可以捕抓到他的 IP 地址。很快，雅丽便来到了网友工作的按摩店。当 Primus 网友看到客人的真实身份后，立即吓出了冷汗。 궁금했거든. 네가 어떤 사람인지. 날 잘 알지도 못하는 누군가가 날 죽도록 미워하고 짓밟기까지 했다면 그게 어떤 사람인지 궁금하지 않았겠냐고. 너 뭐야? 너 설마... 맞아. 난 윤시연이 아니야. 서아리지.
날 직접 보니까 어때? BBB famous. 原来这名爱慕虚荣的 famous 网友叫李彩恩，他专门在网络上以摸黑别人作为自己的生存意义。这一刻，彩恩发疯般的吐槽为什么网红能活得这么潇洒，而自己只能和穷人一样是钱如命般的过着贫困生活。被揭穿了真实身份的彩恩，最终还是从楼上跳了下去。与此同时，俊警找到了失贤丈夫借刀杀人的证据，并且还拿到了他逼迫敏慧直播虚假信息的交易收据。这一刻，等待失贤丈夫的就是无尽的牢狱之灾。随着真相浮出水面，彩希因熄灭粉谋杀案最终被捕，而小妮也因为被老公发现出轨抛弃离婚。所有的嘉宾会网红都被粉丝抛弃，受到应有的处罚。最后，雅丽也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。不过这一次，她不再争夺网红上的功成名利了。至此，绝世网红到此结束。